正式开讲南京队之前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南京这座城市。说到南京，很多人都调侃它是三省省会，江苏省名义上的省会，安徽省的实际省会和台湾省的精神省会。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座六朝古都南京。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中部地区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沿着长江向西可直达荆州、巴蜀，向东是三吴大地，向北则是淮河天险。历史上，南京有很多古称，例如金陵、建业、江宁、吉庆、应天等等，曾有6个朝代在此建都。南京城区山水环绕，地势险要，长江、秦淮河、月牙湖、玄武湖等是天然的护城河。紫金山、幕府山、牛首山、石头城是丘陵山林区，加上世界最长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南京城墙，这些不仅形成了冷兵器时代最为坚固的城市防御体系，也造就了独特的自然景观。南京的身份远远不止于省会2个字，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6朝古都、10朝都会，承载了几千年的王朝更替与文化沉淀。从东吴、东晋、南从宋齐梁陈到明初定都，再到民国首府，南京长期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之一。今天的南京是一座文武双全的城市，它有中华门、明故宫、雨花台、总统府这样的历史地标，也有紫金山、天文台、中山陵、玄武湖、夫子庙这样的风景打卡地。提起南京的美食，那是本地人有点挑，外地人必打卡。金陵烤鸭色泽诱人，香味浓郁，皮脆肉嫩。盐水鸭肥而不腻，是老南京的秋天的仪式。鸭血粉丝汤一碗下肚，江湖都安静了。小笼包、牛肉锅贴、鸡鸣汤包、活柱子等等，那叫一个酥脆香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南京是安徽的实际省会，江苏的名誉省会，台湾的精神省会。南哥，我知道现在全大陆都在帮常州加油，但是你并不孤单，我们帮你组建了一支来自为什么我汪汪要帮南哥加油？懂的都懂。甚至是云南的血脉省会。而这样一座带点江湖气、带点人文味又充满着幽默感的城市，当他走上苏超的绿茵场时，会是怎样的光景呢？南京队凭什么在苏超中如此安静又强大？一座有历史的城市是如何用足球守住了自己的牌面与尊严的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苏超城市系列篇南京篇。在苏超火爆全网的背后，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很少被提起，南京正是第一个官宣梗文化合法化的城市。当其他城市还在官方口吻里喊全民健身啊等等这些口号的时候，南京率先打出了一句让全国球迷都拍手叫绝的口号：比赛第一，友谊第14。这不是段子手造的，这是南京官方公众号发布的。一瞬间，段子就有了合法的发布权，全省的13太保也迅速跟进，造梗、兑现、内卷，从屌州、荆州、棍州到谁是真南哥，早茶德比。阿泰，你心太大了，你们地区设立不到30年，你凭什么资格跟我争早茶？
我凭什么争这早茶？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我们干丝爽滑鲜嫩，鱼汤面正宗，还有，你听好，蟹黄汤包皮薄味鲜美，福香茶的滋味有花香。一句话，你有的早茶品种我有，你没有的品种我也有，口感细腻，味道纯正，这就是泰州早茶。还不过来尝尝？楚汉相争，太湖三傻全都来了。网友说得好，苏超是江苏的段子联赛，但南京抚育了他梗的宪法。也正是南京这一波整活开道，才让整个苏超迅速成为全民互联网狂欢的主舞台。如果说常州踢的是全网的段子，那南京踢的就是一种政治正确。南京作为江苏省会，从城市地位、财政实力、文化厚度到人口体量，理应是全省的龙头。这种老大哥的位置也给南京队带来了天然的压力，不能输给小弟。我今天是过来支持南京，我生活在上海，但是我是马鞍山人，我五马族只有一个南哥，南京。南京的弟弟们也很是大体，就比如跨江而望的安徽三城、芜湖、马鞍山、滁州，平时呢各自忙着自己的发展，但是一说到南京呢，个个眼神都不一样。网友段子传得很神，南京就像那种不常讲话的哥哥，但只要轻咳一声，福马厨立马立正站好。这三城啊，对南哥忠心不二，调侃说南京最大的湖是芜湖，南京最高的山是马鞍山，南京最大的州是滁州。甚至网友总结说，江苏13太保虽然日常互相看不上，也没能征服南京，但只要南京振臂一呼，举旗北伐，那大伙儿绝对蹦出两字儿：忠诚。这既是玩笑，也折射出南京这座城市在整个南方文化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号召力。特别是苏超这种13-4混战的模式，一旦南京输球，弹幕、评论、短视频瞬间就会刷屏。南京啊，80年前把金字丢了，如今又把南字也丢了。哎，江苏省会到底是哪儿啊？于是南京队每一场的比赛背后都仿佛背着一座城市的自尊。开赛第一轮，南京对阵镇江，全场火药味十足。网友评论：南京这哪是踢球啊，简直就像考公务员面试。没有花活，不搞爆点，但南京就是靠着扎实的中场控制和防守组织，把比分一分一分拿下来。这支队伍不靠浪漫，靠的是稳定。南京队在苏超的战绩目前始终稳定在第一集团。截至前5轮，他们共取得了3胜1平1负的战绩。首轮对阵南通，0-1小负；第2轮面对连云港，3-0大胜；第3轮1-0战胜无锡；第4轮1-1和淮安战平；第5轮在雨夜中4-0大胜常州。对下一场比赛有什么期待吗？下一场7月5号回到我们的主场，我们会全力以赴去拼对手，争取拿到3分。你对于哪一个对手印象最深刻？印象深刻的就是南通队吧，因为第一场我们跟他踢，然后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我们的实力吧。希望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跟他较量一下。你觉得南通和南京谁才是真正的南哥呢？谁是真正的南哥？我们到决赛见吧。南京目前位列积分榜第1，对于这个排名你们满意吗？对于现在这个排名，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是后面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去踢好每一场比赛。网络上现在对您的关注度特别高，您的压力会不会很大？我觉得我从进完球和没进球，心态还是比较平稳吧。我也没觉得说进了3个球之后一下子火了会怎么样。我也是想着，好好训练，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然后去踢后面的比赛，为南京队出力。这份战绩展现了南京队在经历开局波折后迅速找回了节奏，
稳定输出的能力。他们不是赢得最凶的，但从来不掉链子。奥体主场氛围也足够顶。作为曾经承办过中超、亚青赛的老牌体育场，南京奥体硬件扎实，灯光、音响、导流系统、地铁接驳全部在线，这为南京队提供了良好的主场支撑。更重要的是，南京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并不是苏超才突然爆发，早在10几年前，顺天时代南京就有整套职业足球观赛氛围。这一次苏超只是让这些技艺重新上线，但南京球迷对足球的情感并不止于顺天。2015年起，由苏宁集团接手后，南京拥有了那支真正意义上代表江苏的顶级球队——江苏苏宁。角球的机会，结果开到门前，都是人，外围远射，禁区里，球停下来，漂亮！无锡2点球的机会，无锡把这个球挡下来，顺势左脚打得聪明，打一个远角，内脚背的推射，球传得不错，克谢拉拿好了脚，魏科，漂亮！罗俊，新上场的罗俊，进球舒服。再来看一下，非常冷静，那原地像定位球一样，而且是在罗静的右脚上。其实我们看这个球他们曾在中超联赛力压广州恒大、北京国安，一举夺冠，将江苏的足球推上了巅峰。然而辉煌只维持了短短的几年。2021年，俱乐部因经营问题被迫停运，南京职业足球一夜归零。那之后，南京球迷经历了从顶峰坠入空白的落差，也因此对苏超格外珍惜。有人说，苏宁给了江苏一个冠军，也留下了一个遗憾，而苏超则更像是一种安慰，一种重新开始。这不仅是球赛的回归，更是城市情感的归队。而南京队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球员班底。南京队由前西甲奥萨苏纳球员拉沃尔担任助教，主帅何塞来自西班牙，带来了系统化、节奏年紧的战术理念。更特别的是，南京队主力阵容中有7个球员出自南京雨花台中学，年少时就是校队的主力，如今代表家乡出战。这些本地青训出身的球员，比赛时你能在观众席上看到他们的父母举着横幅，一边喊儿子的名字，一边擦着眼泪。这是职业精神与城市归属的结合，是南京球员身上的双重身份，既是球员，也是南京人。南京球迷在网上的存在感虽然不如常州那样花哨，但他们的风格自成一派，稳中带皮，冷笑话频出，评论区堪称沉默段子手聚集地。比如球场从新街口排到玄武湖，踢完球拐个弯就能啃盐水鸭。外地球迷来了，包你不想走。我们输球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你们南通人居然敢在我们的主场放烟花。苏大强，南哥才是强中强。虽然不像常州那样段子满天飞，但南京球迷也有自己的笑点。有人说南京踢球像中产，稳定，讲求控制，不冒险。还有人说南京是拿了冠军不发朋友圈的类型。总之，南京的球风和球迷风格属于都是白领型，沉稳理性，偶尔冷笑，永远不失体面。这不是没有热情，而是一种城府式的热血。南京这座城市骨子里是有文化气质的，从六朝古都到民国遗风，从秦淮河到玄武湖，从夫子庙到南京博物院，这里的人习惯了低调有底子，所以在苏超的主场运营上，南京也展现出了一种克制式的张扬。看台观赛次序井然，志愿服务不喧宾夺主，战歌旋律庄重优雅，配合灯光演出有一种奥运感。甚至连高铁都参与了这场城市级的热血联动。为了方便南京球迷远征客场，铁路系统也给足了排面。
2025年6月14日，南京高铁开出了第一趟苏超球迷专列，专为南京球迷前往淮安观赛打造。全程车厢布置成助威主题氛围列车，还配备统一球迷 T 恤、小喇叭互动环节。列车从南京出发，直达淮安，再加上当地配套的大巴接驳服务，真正实现了高铁、球票加地面交通一站式观赛的体验。有网友说，这趟车不载人，只载热血和荣耀。南京踢球踢的不只是足球，是一次城市文化的轻型展示。2025年6月21日，南京客场挑战常州，那是一场载入苏超史册的比赛。常州奥体中心座无虚席，大雨如注，常州球迷不离不散，全场唱着恐龙奥列，高喊荆州壁虎要翻身。南京呢，没有一句挑衅，没有一丝浮躁，整个球队像极了写字楼上的财务部，冷静、高效、精准。4-0，南京队在雨中下饺子，打出了本届苏超至今最完整的一场攻防转换。网友调侃：常州在下雨，南京在下饺子。常州比划保卫战惨遭5连败，藤帅帽子戏法，真南哥登顶榜首。就在今天，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第5轮重磅对决来袭，由副班长常州队对阵南京队。常州队此前遭遇4连败且未取得进球，而南京队近期状态相对稳定，双方实力差距明显，但比赛仍存在悬念。开赛仅12分钟，南京队左路传中到中路后点，藤帅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攻门得手，门将毫无办法，藤帅连场破门帮助南京队先下一城。而下半场仅6分钟，南京队在下一城，后场长传找左路的藤帅内切进到禁区，扣开防守球员后，其右脚抽射远角得手，完成梅开2堵，南京队2球领先。5分钟后，南京队卷土重来，右路传中，藤帅禁区内劲射破门，完成帽子戏法，帮助南京队3-0锁定胜局。此役南京队依靠净胜球优势，力压盐城队登顶榜首。而第76分钟，瞿诚头球帮助南京再下一城，南京队4-0常州队，彻底杀死比赛。但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比分。在雨夜的看台上，南京球迷也没有缺席，他们撑着伞，披着雨，挤着横幅，哪怕远征客场，也不吵不闹，不失风度。有媒体说，那一夜常州赢得了感动，而南京赢得了敬意。如果说常州打的是情绪战，南京打的就是秩序战。这场雨夜对决成为浪漫常州与理性南京的一次城市性格的全景展演，而南京用一场沉默的胜利，把六朝古都的气场和底蕴完全灌注进了这项新兴的赛事，不仅赢了比赛，也赢得了苏超的牌面分。常州靠段子破圈，苏州靠球星造势，南通靠打法硬朗。那南京靠什么呢？靠的是稳定，是场上不犯错，场下不走偏，是球队体系成熟，城市资源默契，是球迷不捧不踩，媒体不吵不造，是你在赛后新闻里总能看到南京再下一城，却很难找到爆点。他们的战术不是爆炸性的高光，而是扎扎实实的执行。这支队伍不耀眼但可靠，不喧闹但强大。他们是整个苏超体系里那根最稳的定海神针。南京不只是江苏的政治中心，它是文化之都、教育高地、历史现场。苏超这场看似草根的城市联赛，在南京身上居然多了一种国字号的仪式感。不是因为他们自命不凡，而是因为他们太知道什么叫代表性。所以南京不能输，也不容易云的张扬。他们的每一个进球背后都有城市尊严在加持，他们的每一次退场背后都有万千观众的牌面被守住。这就是南京队，一个让你不一定记得球员名字，但一定记得城市气质的球队。一个在苏超联赛中用稳定、节制、尊重告诉大家，六朝古都不靠热搜也能赢得全场尊敬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见。